哎，你说有个事儿，你们说意不意外？就这次我大胖媳妇和孩子回来，我婆婆居然给我的父母备了一份厚礼。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婆婆的性格，就人儿不错，但是特别抠。就曾经我的婆婆啊，就因为喜欢参加婚礼，喜欢搂席，但是不喜欢送礼，觉得太贵。赶上有一次圣诞节，商场土司机打半价，我婆婆直接买了半打，就土司机烤面包片那种的，合人民币150块钱，我婆婆买了半打，全在仓库放着。之后那10年特别热衷于参加婚礼，好送出她这个廉价土司机。哎妈，那土司机才有劲呢。那面包片如果要是薄点的话，好，头5秒还是烤吐司，到第6秒就是烧冥币啊，直接就冒烟了，就灰飞烟灭了。就都说就是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婆婆上坟的时候还给人烧纸。加拿大本来结婚率就低，就那几年没人敢结婚的。但这次他们回来，我婆婆说我准备了一个礼物，就托你家这个大胖信哥给你父母带回去。跟我视频说，我听说了，你们中国是这个礼仪之邦，讲究这个礼尚往来。这次我儿子去呢，我也带点东西，就是聊表心意吧。但是呢，不想给你父母造成什么压力。我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得是多大礼呀！给我父母造成压力，他该不会是给我妈运回来一辆车吧？然后我婆婆就掏出了她的礼物，一个加拿大印第安土著吉祥物，这么大点儿，脑袋大脖子粗，一看还made in义乌，$12还因为有瑕疵打了7折，合人民币不到50块钱。我婆婆还给我解释呢，就在印第安文化中，这个东西可以驱逐噩梦。怎么样，你的妈妈会做噩梦吗？我说我的妈妈会做了你 ，You are my mother's 大噩梦。然后我就赶紧偷摸跟我大胖媳妇说，我说这东西你就别往回拿了，你就随便找个借口，你就说礼物太贵，路上被摸了，东西太沉，影响飞机颠簸了，文物涉嫌玛雅遗址被海关稽查收割了。他啥也不拿吧，你好歹还可以怪成文化差异。他拿这个来，那就是破坏双边关系，破坏双边关系。我婆婆说我还没完事呢，我还有一份大礼，这次居然破天荒的给我老公一份家产，一个吹风机，出土于2003年。他说这是他20年前攒钱买的最好的吹风机，自己用一个，就另外一个到现在没舍得用嘛。就今天儿子要走了，决定把它过继给他，然后跟我说，你放心，我已经跟我2个女儿打好招呼了，今天我这拍板这个事儿就这么办了，就是以免将来卷入没有必要的遗产之争。我寻思这玩意儿有必要争吗？20年前的吹风机吹什么风啊？复古风啊，复古风啊！我说温迪啊，你儿子头发搁哪呢？你给他送吹风机呀？就巧妇难为无毛之炊呀。然后我才知道我的婆婆温迪以前是个 Tony， 以前是温哥华美容美发界小鼻祖。她说她为什么这么在意呢？她说你们亚洲人就太幸运了，你们不懂，他们的头发太软太细了，而且他们很多头发还少，像我公公我老公这种的，你给他们吹头发那属于高技术工种，你得在一片地中海中央硬吹出来一片海市蜃楼。你劲儿小吧，这海市蜃楼你吹不出来，你劲儿使大了，剩25根你就给吹掉了，吹毛求疵的整的。我说那也大可不必从加拿大带吹风机回来，就你这点需求，来分分分钟给你满足。普通吹风机2到3万转，来分11万，时间缩短好几倍。无刷马达放在了手柄里头，劲儿贼大，就我这头发1分钟基本就吹干。但我估计以我老公那个发量，就这吹风机瞅他一眼，他头就干了。哎，我老早就刷过莱芬的那个创始人，一个秃顶讲吹风机，给我逗稀了。这不相当于小矮人教白雪公主怎么长个，蒲公英教你脱发怎么攻克，外国人教咱们怎么驾驭蹲厕吗？没有用。后来我一想，不对呀，就他才知道痛点。人怕出名，猪怕壮，谢顶吹头真怕烫。所以莱芬有芯片黑科技控温，还可以多档位调节，完全不用担心家里有小孩烫着孩子娇嫩的小皮肤，而且声音贼小。虽然他送我妈这一个50块钱的小摆件，但是人家我妈妈还是有格局的。我妈说，等如果他将来来了，咱给他装几个走，咱不差事儿。而且他那2000多，咱那是500多，怎么说呢？让他别有压力了。跟你们同步2个重要信息：第一，温迪来了，上飞机了；第二，温迪不走了，要住这儿。这不是最近大胖媳妇亲生父亲找到了吗？我们呢计划去加拿大的东部和他的爸爸见一面。张大听到这个计划之后非常兴奋，一天到晚跟张大铁喊：拿铁拿铁，我们要回到加拿大了。张大铁呢昨晚就睡毛愣了，梦魇了。看妈妈做梦了，知道不？看妈妈，这是去哪儿？我不想去加拿大。我一看孩子睡毛愣了，我正要给张姐叫醒呢，一条来自温迪的信息来了：我要上飞机了，30个小时之后见哦，耶！我放下手机跟张姐说：“我说孩子别怕，梦都是反的，不是你去加拿大。”张姐说：“我说是加拿大自己过来了，自己过来了。但这次温迪来情况可不一样，他没有买回去的机票，我没夸张，这是真事儿啊。今年呢，温迪本来没有预算要来中国，加拿大这2年的气温呢也是越来越热了。温迪和布莱恩他家呢只有俩电风扇，2口就攒钱想买个中央空调，攒了3年前就确定今年要买，马上要买了。温迪说不行，他太想孙子和孙子了，血压飙到190了，这笔公款他一定得挪用一下，就空调不买了，买机票。布莱恩呢当然表示强烈的抗议，毕竟去年温迪为了来中国钱不够，把人家布莱恩的牙医给停了，老
头现在缺颗门牙还没安呢，但是温迪不听，执意要走。于是布莱恩向他发出了最后通牒：你要是这么办事儿，今年夏天还没有凉风吹，你前脚离开加拿大，我后脚就把咱家暖气片卖了，买空调。咱家有4个可移动电暖气片，我卖了买空调，大不了到了冬天，老温我再卖了空调，买回这些暖气片，爱咋咋地。不过了，温迪和布莱恩就这样陷入了冷战。于是温迪在出发之前给我跟大胖媳妇正式打了一通电话。温迪说：我的确很小孩子，控制不了，每年飞来飞去真的太费钱，所以这个事儿我仔细想了一下，以后我不会再来了。大胖媳妇嘴角露出了一抹微笑，然后温迪说：因为我呢不走，我正式应聘当你家阿姨。你家阿姨，你一个月给她多少钱？就给我一样的，我也不多要。你们呢，考虑一下，等我下飞机之后咱们细聊。说实话，我是有点动心了。他带孩子啥样咱先不说，他真带素材呀。大胖媳妇一看我动心了，十分激动啊，朝我怒吼：聪明的女人可以花10万块钱请一个阿姨来到家里，但绝不会花1分钱把婆婆请到家里。Like food with no spice and no season. 太疯了。大胖媳妇这是满心不理解，她说我啥不能干的，你找她干啥呀？省钱还得看我，买东西沃尔玛88毫不节就够了，不凑单不用等，其他购物节没得比。这榴莲冰淇淋4个才19块9%，100%动物奶油芝士蛋糕19块9，沃尔玛都能教会老外咋省钱。但是有一个大问题呀，我说温迪啊，我们准备趁着暑假全家去加拿大的东部看一下大胖媳妇的亲生父亲，也就是你的前男友，那么你咋办呢？温迪说：我一起去啊，孩子在哪儿我在哪儿，我是阿姨呀，而且加拿大我多熟悉啊，那有啥不能去的？现在温迪上飞机了，布莱恩在加拿大的酷暑中煎熬，越想越觉得哪儿不对，忍不住给大胖媳妇发来了信息。布莱恩说：这个事儿我咋想咋觉得哪儿不对。我在加拿大的西部没有空调，钱让你妈花了，去中国找你们去了，然后你们带着她去加拿大的东部找她前男友去了。你说这个事儿其实里外里是不是就是我在西边攒了3年钱，送我媳妇儿上东边找老头找老头？今天我给大伙讲讲，就东北这个酷炫的婚庆文化是如何震慑住我的外国友人，以至于他们到现在还以为我是一个低调的石油公主的故事。我和我的大胖媳妇在东北大铁岭这场婚礼，当时不是来了一些外国朋友来参加婚礼了吗？热情的铁岭人民在婚礼的前夜，给这一群人给我喝丢好几个，有浴池吓跑的，有爱上搓澡的，有 K 歌之王的，有醉拳阵狼的。今天咱们唠唠婚礼当天酷炫的东北婚车文化是怎么把他们逛到癫狂的。我不知道别地方啥样啊，反正在我们辽北哈，就结婚都雇婚车，雇婚车组成一个车队去接亲啥的。那雇啥样的车呢？基本上是哈，就是车漆比较亮的，车牌比较浪的，司机比较壮的，天窗比较旷的。俺家当时也是觉得嘛，面上事儿别差事儿，你雇了10台奥迪车。但现在婚礼跟以前不一样了，参加婚礼的人都不用你雇的这婚车了，人家都自己开车上饭店了，对不？所以这10台奥迪车就没人坐。然后我二姨就来招了，你看花这老些钱雇着车，不能让车空车跑，不吉利。正好那不有10个老外吗？一车塞一个，让他跟着逛上去呗。这铁岭风景是好，然后就临时决定这10台奥迪哈开到就是宾馆，把这些老外接着，然后让他们跟着这车队就逛铁岭。说是铁岭风景优，10台奥迪逛延州，为啥一车塞一个？说到底是因为抠。完婚礼那天早晨呢，我二姨就带我小弟去这个宾馆去接这些外国人去了。然后这人从宾馆一出来呢，门口唰一排刷齐10台奥迪车。给吓得一忽悠，王二姨也是急性子嘛，也是能张罗事儿的人，就是来一车上一个，来抓紧时间咱们走。但这些外国人呢就全蒙圈了。发生了什么？这位美丽的女士是谁呀？我为什么要跟她走？张彩玲呢？新娘呢 ？Jamie 呢？新郎呢？哦，相信我，我可以发誓，我亲眼所见，新郎在早晨5点钟的时候就被人带走了。完，这时候艾莎又发问了：哦，亲爱的，我有一些焦虑呢。咱们又不认识这个人，也不认识这个车，如果上车了以后被绑架了怎么办呢？但他对象还算清醒。哦，我的甜甜圈，别傻了，想绑你雇一个皮卡就够了，为什么要派10个奥迪呢？完，这艾莎就不依不饶的一堆问题。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杀伤力和破坏力指数极强的东西，醉汉开的拖拉机，疯狗生的起床气，婆媳演的宫斗戏，绿茶婊的彩虹屁，媳妇看的李佳琦，老公顾的新闻密，这些虽有杀伤力，震慑不了黑土地。敢问东北最怕啥？最怕碰着大墨迹。完，他们就是一个接个的，就是这个蓝猫淘气3000问似的，就一顿问。关键是我二姨和我小弟啥也听不明白，给他俩磨叽完了，王二姨撂话了，给他整上车走。然后我小弟基本就是以挟持的方式吧，就不管他咋聒噪，就一车塞一个，然后车队就走了。这时候呢，就发生了2个误会。我结婚的那天呢是好日子，就满铁岭到处是结婚的，就是整个铁岭人民就指那天结婚的。但他们不懂得挑日子结婚这事儿啊，他们就发现从早晨上婚车一直到婚礼办完到晚上，就整个铁岭城啊，就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就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他们就以为哈，就整个铁岭城全天都沸腾，只为张彩玲今天盖头蒙。第2个误会是啥呢？他们不也不懂得雇车这事儿吗？就他们以为就整个我这婚礼的婚车，从头车到后边这10台奥迪全是俺家的。
反正怎么说呢，就他们对我的这2个误会呢，我也没有那么积极的去澄清。反正现在在他们心中，我就是老好使了，就我就是一个低调的石油公主嘛。完，这雇车的钱不能白花嘛，所以就这车就让你使劲开，就从这个新区开回老区，跟这个新郎的头车接头了以后，然后又从老区再咣咣当当就开回新区，给这些外国人在车里头全逛得睡着了。就爱啥没有？这婚礼不是会收到一些红包吗？就我二姨为了保险起见，就让我二姨夫回家去取他家那大保险箱，然后呢，我二姨夫就不小心被落到老区了。艾莎坐的呢是最后一台奥迪车，我二姨就给这个艾莎那司机打电话，让他折返回去捡我被遗落的二姨夫。我二姨夫呢又带上我老姨夫，他俩长得一黑一白，上车了。艾莎吓得给对象发短信：亲爱的你在哪里？我迷失了我自己。666车被调离，上来海尔2兄弟，2人不言也不语，抱个铁匣笑嘻嘻。